国外已经很普遍的一个手术叫做Mommy Makeover 手术。那你也可以睡个觉以后呢，一口气一切的事情都改善了，胸部也做完了，肚子也做完了，身材也变好了，让妈妈的身材回到比产前不只是一样哦，而且甚至可以更火辣。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一介绍它各项手术。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大家好，我是欧医师。那产后的妈妈呢，她常常会在生完以后，体重都已经降下来了，可是她还是会觉得，什么身材好像没有回来，那个身形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肚子的皮看起来已经很松了，坐下来看起来会很像百叶窗，一层一层的。有一些体质上很容易产生妊娠纹的人，他就会整个下部一整排的妊娠纹，不只是皮肤哦，肚子的肌肉它有时候也会被撑松，以后你身形上就会有一些变化，肚子会凸凸的，腰部的地方它可能那个曲线就没有那么明显。当你的肚子的肌肉它力量不足的时候，它还会对身体的健康会造成影响。比方说，你可能会腰酸背痛，你可能会消化不良。另外还有一个灾情非常惨重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胸部。当哺完乳以后，因为你的胸部一胀一缩，它就会变得很松。因为我自己也是哺乳的妈妈，我自己喂非常久，我自己大概喂了3年，我就很清楚那个胸部的形状。那胸部的形状看起来就会很像上面都没有，然后有一条弯弯的，很像 V 等在下面。那很多妈妈，尤其是第一次生完的妈妈，她可能会觉得说，这样的状况是可以靠体重的降低，或是靠勤劳的锻炼运动去把它恢复回来。那如果是症状轻微的，或是体质很好、很适合怀孕的人，他可能靠着运动或控制，他就可以改善这些状况。但是呢，其实有一大部分的人，他在怀孕的时候，皮肤跟肌肉受到了没有办法恢复的破坏，所以当这种时候，可能他就是很努力的锻炼，他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效果。那像这种时候，就可以靠整形外科的手术来帮忙。在国外已经很普遍的一个手术叫做Mommy Makeover 手术，它翻成中文就是妈妈产后复活术。那现在在台湾也慢慢的盛行起来。一般来讲，它都是结合腹部拉皮、抽脂或者是隆乳这3项手术。但是妈妈也不一定需要每个都做，就是视自己的需要，选需要的项目就好了。它可以一次解决，就是妈妈产后所有关心的身材问题，包括是我们扁掉的胸部，或是我们松掉圆滚滚的肚子，还有那个已经失去的腰线。那它可以在一次手术中解决这些问题，让妈妈的身材回到比产前不只是一样哦，而且甚至可以更火辣。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一介绍它各项手术。那腹部拉皮呢？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就是把你肚子多余的皮给它拿掉、拉紧，然后给它切掉。妊娠纹通常都是集中在肚子的下半段，那整片我们都可以帮你处理掉。尤其是有些人他是剖腹产，如果你刚好有一个剖腹产的疤痕，那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可以一起连剖腹产的疤痕都把它修掉。腹部拉皮虽然说是拉皮，但其实我们处理的不只是皮肤而已。你的小孩在你的肚子里呢，它不只是把你的皮肤撑松了，它连你的肌肉都一起撑松了。把肌肉撑松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说你的肌肉就是那个我们每次看那个6块肌中间那一条如果只裂开2-3公分，大概没有什么问题，那个锻炼就会回来。但是很多妈妈她一裂就是裂5公分、8公分，那当你裂那么大的时候，第一个就很明显的就是身材上的改变。我们可能穿露肚子的衣服，怎么收小腹它都不会不见。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常常会忘记是腰线，你有没有觉得你生完以后好像变成水桶腰？主要是因为那个肌肉啊，它往旁边崩开以后，这边也会弹开，它没办法再把腰线抓进去，所以你的腰会变得直直的。除了说身材上的影响以外，健康上也会有影响。你看哦，当你的前面的肌肉被撑得很松，那你肚子里的东西啊，它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往前凸，它重量都往前倾，它对你的腰椎其实负担蛮大的。另外一个是，你肚子很大的话，大便就可以很轻松的在你肚子里，它想装多少就装多少。如果你肚子也没有办法很用力的把它排出去的话，会造成便秘啊。下面受到影响，上面会有什么影响？你就会消化不良。那产后妈妈呢，她也很常遇见的一个问题叫做漏尿。漏尿常常是生小孩的时候，你可能阴道受到伤害，或是你的骨盆底肌受到伤害造成的。但是呢，当我们术后恢复的时候，就算你阴道或是你的骨盆底肌已经修复了，它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这也跟我们的腹直肌有关系。当你的腹直肌很松弛的时候，你肚子的容量很大，那你的骨盆肌一直承受这些重量，它会变得很松弛。漏尿又开始了。这些问题呢，它都会深深的影响到产后妈妈的生活品质，而且也会很严重的去影响到自信，然后增加一些带小孩的辛苦度跟愉悦度。所以呢，我们就会帮你把腹直肌缝紧。腹直肌一旦缝紧，你的核心力量会增加，那可以好好的把你的肠胃
hold 在你的腹腔，不只是身形会变好看，你的便秘、你的漏尿、你的腰酸背痛，它都会跟着改善。那产后的腹部变形里，它常常会连肚脐都一起变形。你以前可能是直的或是椭圆的，但是生完以后，因为它就是被扩开了，通常在产后收不回来，它就会变成倒 U 型或是一个大圆形，有时候甚至会凸出来。这样子的变形，在腹部拉皮手术里呢，我们会帮你整个都再重新做过，做回你原来的形状，或者是你想要什么新的形状，I 字形、椭圆形、爱心形，这个也都是可以客制的。那更多有关腹部拉皮的介绍，可以看我之前拍的影片。那腹部拉皮其实我也非常常搭配抽脂一起做。如果腰这边的肉呢捏起来有3-4公分以上，我就会建议抽。我们腰不是都希望是一个7字形吗？你只要把那个凹点抽薄，它术后的曲线看起来会很好看。它还可以做什么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抽脂去精雕马甲线？对，我们会在抽脂的时候刻意的把你肚子的正中间抽的再薄一点点。做完那个腹部拉皮的时候，那边会有微微的凹陷，就可以不用运动就得到一个看起来很像有运动的肚子。对，因为我们产后的妈妈大部分都会有胸部萎缩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回填到胸部，做自体的脂肪丰胸，那就是有一个一干里都还不错的感觉。那有些妈妈呢，她可能产前是 AB 罩杯，她想要趁这个手术一举达到 D 罩杯或 E 罩杯，那这个时候呢，自体脂肪隆乳它可能不够用，这个时候就要考虑隆乳这个手术。噔噔，在妈咪 makeover 就是妈妈产后复手术里面，隆乳这个手术也是很常一起做的手术。讲到隆乳手术，就会讲到说，可能从腋下这个伤口，或者是从乳下这个伤口去做。但是妈咪产后复活术是不用的哦，因为你看我下面已经开了一个超级大洞了，所以我直接从那个肚子的伤口放进去就好了。那术后也会蛮好照顾了，因为你在你的胸部周围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口。那你也可以睡个觉以后呢，一口气一切的事情都改善了，胸部也做完了，肚子也做完了，身材也变好了。那恢复期也是一起照顾，因为一般来讲隆乳也是2个礼拜，你腹拉大概也是2个礼拜，如果可以一起恢复，那不是太好了吗？节省一点时间。妈咪产后复活术呢，最让人担心的就是疤痕，因为那个疤痕说实在它真的不短哦。你的下腹也就是剖腹产那个位置，大概会有30公分到40公分这么长的伤口。但是呢，因为我们经验越来越多，我们大概都知道它可以越做越低，就是我们可以低到呢，让你穿任何的内裤它都可以折起来。如果你要做手术的话，你可以在手术的当天带你最常穿的内裤，或是你最想要穿的比基尼的泳裤来，我们可以刻意的把那个疤痕设计在那个裤子里面，这样你以后穿起来，它就是看不到的。而且现在照顾疤痕也有各种的技巧，除了医生的缝工非常重要以外，术后呢，我们可以用贴片或是凝胶来照顾。很重要的当然就是你要没有那个蟹足肿的体质通常都可以好好的照顾到剩下一条细细的线几乎看不到的地步，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哦。就算有疤痕，穿内裤也可以折起来。有一些人会很担心说，哇，腹部拉皮这么大的手术，术后是不是都要躺在床上不能动，休息好几天？其实不用哦，其实我只有动你的肚子而已，你的手脚我都没有动，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走路的哦。只是你走路的时候呢，要帮我注意一下，大概前2周的时候，我们走路都要弯腰驼背，避免去拉到伤口，因为你想下腹有个伤口，你又突然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它会变得很紧，甚至有可能会裂开。所以就是前2周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帮我弯腰驼背，减少肚子的张力。1到3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做腹部相关的运动，就是那种什么仰卧起坐这种不要做。但是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的是棒式，让你的肌肉在一个伸展的情况下去增加它的锻炼。那另外腹拉还有一个蛮忌讳的动作，就是扭腰。因为扭腰的时候，腹部的肌肉跟那个皮会有个这样错开的感觉，所以在1个月内我们都不要做扭腰。那其他的呢？如果说你问我说，我只是这样锻炼身体，或者我只是锻炼脚，那个我觉得1个月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肚子的肌肉的部分要稍微帮我注意一下。然后你如果说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跑步、打羽毛球、打网球这种会很激烈的动，我觉得还是要到3个月会比较保险。腹部拉皮这个手术因为它伤口比较大，而且它涉及的面积也不是只有那条线哦，其实是整个肚子的范围我们都会拨开。所以呢，我们在术后会放引流管。那这个引流管是做什么？是主要是避免血水积在伤口里。血水一旦积在伤口里，它就会好得很慢。皮跟肉中间如果有水的话，它就会粘不起来。所以我们就会放一个管子在那边流。那这个管子多久会拆掉呢？通常是5到10天，看你的状况。
况。其实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这个手术术后最困扰病人的就是那2条管子啊，因为客人会一直很担心去扯到它，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用2个小夹子把它夹在这边，让你不要去动到它。它带来不便就是你不能洗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你体外跟体内的一个相通的地方，你如果生水跑进去，它就有可能会造成感染。所以引流管在身上的期间，这5到10天要请你用擦澡的哦，或者说我们只洗下半身，然后上半身用擦的，然后头去给人家洗。那腹部的伤口呢，它虽然很长，但是我们都是会帮你缝肉线，就是在没有外面的线是不用拆线的哦，所以它照顾起来其实是蛮轻松的。但是呢，肚脐通常因为它的张力比较大，我们会用尼龙线去缝。这个肚脐的这个小部分是要拆线的，一般拆线的时间会在第14天左右。腹部拉皮手术以后呢，我们一定会让你穿的一个东西就是束缚，整个从你的上腹到下腹整个做加压绑起来的东西。第一个，它是加强皮跟肉的贴合，皮跟肉贴合以后它才会长得快。那第二个，贴合以后它才不会有很多的组织液产生，那也可以减少肿胀。那这个马甲要穿多久呢？一般来讲，我们会请你穿2到4周。第1周的时候，我会请你几乎是24小时最好是穿着。你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它弄掉了，有时候你自己扣不太回来，要有人帮忙，因为你那个时候比较虚弱，所以你在洗澡的时候大概也就只能洗下半身。第2周引流管拔掉以后，就变成说我要洗澡的时候，我可以先把马甲拿掉，然后去洗澡，或者是说我躺在床上觉得想要放松一下，我可以先放下来休息个10分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前2周都是要有马甲陪伴着你，然后2到4周就是看状况。如果医生看过觉得你还有一点肿胀，或者甚至说还有一点那个积水的话，那就会请你继续穿着。不过呢，大家也不要觉得穿马甲很困扰，其实大部分的客人他在术后啊都蛮愿意穿的，因为他们会觉得穿着马甲比较有安全感，就是伤口被压住，肚皮被压住，术后那种麻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点，而且他穿完以后，他那个肿胀的感觉它也会消很多。所以大部分虽然我们会说大概穿4周就好，可是其实一般来讲穿1到3个月的很多人呢，而且有穿着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曲线比较漂亮。那如果你有另外做胸部的手术，如果说是自体隆乳的话，那就是不要理它，我们也不会给你穿任何有压迫性的东西。但是呢，你如果做的是假体的隆乳的话呢，你就必须穿跟一般的隆乳手术一样，必须穿大概1个月的定位衣，去让那个形状更加的明确，然后那个假体的位置啊，要把它弄到固定。那我们最后来讲到术后照顾的部分，其实客人他通常很大的一块恐惧会来自哪里？他会问你，哇，伤口这么大，术后会不会很痛？可是很意外的，术后其实不会很痛耶。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说痛，他会说肚子很紧，很像你穿了一个隐形马甲的感觉。当我们在把肚皮掀起来的时候，那个神经其实会有一点被拨开来，所以他的神经一开始都是麻麻，有时候的确会让客人觉得肚子变得好紧，所以吃不下。吃不下虽然说可能会让你变瘦，但是吃不下营养不良的时候呢，它也会让伤口的愈合变得比较差，所以建议还是要少量多餐，就是一定要维持一样的热量。手术前、手术后呢，切记的事情就是不要抽烟。我相信任何的手术都会叫我们不要抽烟，因为抽烟就是一个对伤口愈合它非常负面的东西。尤其是腹拉的伤口很大，你又抽烟的话，它有时候伤口就真的是长得很慢。那术后的饮食方面呢，就跟大部分的手术都一样，我们就是不要吃一些刺激的东西，不要吃一些活血的东西，不要吃一些会让你很落腮的东西，因为落腮会怎样？你肚子会用力耶。那经过这集的解说，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缓解产后妈妈的困扰呢？听到很多年轻的妹妹这样跟你讲说，她以后不要生小孩，因为身材会变形，我就慢慢觉得，身材真的是造成这种对生小孩的恐惧的来源之一。现在有很好的技术可以帮忙，所以我想跟你们说，各位妈妈，请不要担心，就放心的去生啊。生完就算身材变形了，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帮你做回原来的样子，甚至比原来更好。希望透过这集的解说呢，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妈咪。那如果对这种一站式的产后修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可以亲自预约咨询，让欧医师亲自帮你评估，然后找出让你变美的方法。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是欧冠吴医师，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